圣淘沙的交通通达度和整体体验，关系到的并不只是一个旅游岛的人气变化，也关系到新加坡南部海岸作为高价值入口的承载能力和产业溢价。所谓岛屿之心，本质上并非单一接驳设施升级，而是围绕抵达效率、停留时长和消费转化率展开的综合调整。新加坡长期依靠高密度城市管理、基础设施效率和品牌溢价维持竞争力，并不依赖低价吸引客流。在这样的前提下，圣淘沙的可达性与体验质量直接影响南部海岸在未来区域旅游和高端服务业布局中的功能定位。与此同时，马来西亚尤其是柔佛具备更低开发成本、更大土地供给和更强的终端市场承接能力，足以吸纳大量周末客流和价格敏感型消费。新加坡面临的现实竞争不是单纯的景点竞争，而是区域高端枢纽功能能否继续稳定维持的问题。随着大士港逐步整合全国集装箱业务，原本分布在丹戎巴葛、吉巴和布拉尼岛一带的港口功能正在持续退出核心海岸线。新加坡政府过去公开提到，南部滨水区未来可重构范围约为2000公顷。对于土地高度稀缺的城市国家而言，这一规模已接近国家级空间再配置，其意义在于旧港口时代占据的核心海岸资源将逐步转向更高附加值的城市功能。圣淘沙与这一进程存在直接关系，因为它已经不再只是独立景点，而是将被纳入整个南部海岸的空间体系。过去南部海岸的主要界面以港口、码头和工业用途为主，未来更可能承载居住、会展、旅游、商业服务和城市形象展示等复合功能。新加坡无法像周边国家那样依靠大规模外扩实现增长，因此更依赖功能置换和土地再开发，把不适合留在核心区的用途迁出，再导入税基更高、国际连接更强的产业和服务活动。从旅游发展角度看，这与新加坡旅游局近年来强调的方向一致，即提升停留时间、体验深度和人均消费，而不是单纯扩大访客数量。在这一框架下，岛屿之心的作用是把圣淘沙从单点景区纳入南部海岸经济体系，提升其作为入口节点的连接能力。旅游竞争并不只取决于景点数量和酒店等级，对于高成本城市而言，游客是否愿意继续增加消费，往往与到达过程是否顺畅密切相关。圣淘沙长期是新加坡最重要的休闲目的地之一。疫情前，官方公布的年访客量接近2000万，说明它在城市旅游体系中属于高频入口，而非边缘景点。现有接驳体系形成于上一轮开发周期，在面对下一轮南部海岸升级时，承载能力和组织效率已经显现出限制。Sentosa Express 虽然仍可使用，但高峰时段排队、换乘节点拥堵、入口识别度不足等问题都会增加出行摩擦。岛屿之心的实际价值就在于重组入口流线，提升换乘效率和增强到达清晰度，从而把圣淘沙从单一景点访问转化为完整目的地消费。对新加坡而言，这种交通效率本身就是高价值旅游体系的一部分。柔佛可以依靠更大土地和更低价格承接终端市场，新加坡则需要依靠交通通达度、体验稳定性和消费转化率维持其高成本结构下的旅游收益。基建升级若仅停留在视觉更新，而未实质改善高峰流线、换乘效率和入口组织，其经济效果将十分有限。从区域经济角度看，新加坡与柔佛的关系更接近相互连接且分层明显的经济协作体系。GSSEZ 的推进已经体现出这一趋势，跨境投资、物流、制造和人员流动正在朝着更高效率整合，但流动效率提升并不意味着价值分配趋于均衡。柔佛的优势在于土地规模更大，开发成本更低，供给弹性更强，适合承接终端旅游、周末休闲、
跨境消费以及部分住宅和产业外溢需求。新加坡的优势则集中在制度稳定性、金融和法律体系成熟度、国际航线连接、资本集聚能力和城市治理效率，这决定了两地在同一区域经济圈内承担的功能并不相同。新加坡旅游业的人均消费长期明显高于马来西亚，常见差距达到数倍，这反映出其核心竞争力并不在游客总量，而在高消费客群的持续吸引能力。对新加坡而言，关键并非单纯扩大访客规模，而是维持客群结构，使有限空间优先服务愿意为效率、品牌和完整体验付费的人群。若客流结构向短停留、低消费、价格敏感型客群倾斜，其高人工、高土地和高运营成本会被进一步放大。滨海湾金沙是一个典型案例，其成功并不只来自建筑辨识度，更来自酒店、会展、零售、娱乐、城市形象和国际连接能力的系统整合，形成了高附加值的综合消费场景。新加坡面对马来西亚的竞争压力，实质上是区域分工和客群结构层面的压力。新加坡持续填海和重构空间，首先是出于国家级资源配置的现实需要。对土地极度有限的城市国家而言，港口、机场、住宅、工业、国防、绿地和基础设施都在竞争同一组稀缺资源。新的国家功能很难凭空增加，只能通过填海、旧用途迁移和更高密度开发获得空间。持续造地并不只是大型工程偏好，而是维持国家功能升级能力的制度性选择。其核心逻辑在于，通过不断创造可调整的空间，避免高成本土地长期承载低附加值用途，从而提升整体税基、产业结构和国际连接能力。大势港搬迁是这一逻辑最典型的体现，将重型物流逐步集中到更适合的西部区域，既有利于港口运营效率，也释放出靠近市中心、访客入口和国家形象展示面的核心海岸线。这类海岸资源在国家竞争中具有极高机会成本，更适合配置旅游、会展、商业服务和高端都市功能，因为这些用途能够带来更高税收、更优就业结构和更强国际品牌效应。与此同时，这类空间重构的实施周期长，资本投入大，回报兑现慢，还需要同步协调交通、生态、人口与产业布局，因此并不存在自动成功的结果。新加坡的特点在于，空间开发通常不会脱离港口、机场、旅游、金融和住房体系单独推进，而是作为国家整体治理的一部分协同运作。从这个角度看，岛屿之心的价值取决于它能否把南部最稀缺的海岸线资源转化为更高水平的城市功能和国家竞争力。综合来看，圣淘沙岛屿之心并不只是新增线路或地标项目，而是一次针对新加坡南部海岸整体功能的系统性调整。其核心在于能否继续把有限空间转化为高价值入口，把交通效率转化为停留时间和消费，把城市治理能力转化为稳定的产业溢价。项目成效将直接影响圣淘沙在新加坡旅游体系中的角色，也会影响新加坡在区域旅游、城市竞争和资本吸引中的相对位置。判断这类项目的标准不能停留在建筑形态或游客数量变化，而应放在更长周期内观察其对空间组织、客流结构、消费转化率和区域分工的实际影响。对新加坡而言，南部滨水区重构、圣淘沙交通升级以及与柔佛之间的功能分化，本质上属于同一组经济决策，核心目标是以有限土地承载更高附加值活动，并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维持自身的高价值节点地位。